靓仔，打白球中心点到底能不能打出纹丝不动的定杆？答案是不能，那是因为杆头打到白球中心点，白球会在短暂的滑动后被台面的摩擦力带上向前的旋转，所以当你用中杆打进直线球后，都会向前滚动一点点。那么我们将击球点向下移动一些，使母球带上一点向后的旋转，来抵消摩擦力，才能将白球定住。那有人就会问，为什么要练习白球定住呢？台球的技术可不是将球打进就完事了，把白球控制到下一杆容易击打的位置更加重要。走位好了，才能毫不费力的连续击打。定杆的杆法对走位可是至关重要的，直线球是定住的效果。而有角度的情况下，白球撞击目标球时，力量会一分为二，白球会沿着撞击点90度切线的方向分离。以这个球为例，红球进这个袋，白球停在这里会比较容易击打黑球，它的切线方向刚好能从2颗球中间穿过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击打白球中间偏下一点点，就可以保证白球能顺利的走到黑球的位置，赢下这局。现在了解一下不同情况下的定杆。第一种情况，相同距离，力量越小，打点越低，大力打中杆，中力打中低杆，小力打低杆。第二种情况，不同距离，距离越远，打点越低，远距离打低杆，中等距离打中低杆，近距离打中杆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台球中5个控球小技巧，最后一个也太帅了吧！技巧1：力量控球。这种球想要走位黑球，其实很简单，正常推进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白球这种滚动的能量来自于摩擦力给白球带上的旋转，很容易理解，所以只要力量小就可以。但是如果目标球距离较远，小力推球其实很容易会变线，导致打歪了。那咋整？这时就需要用到技巧2：杆法控球。击打母球上方一点点，主动给白球施加一点点向前的旋转，打出来的效果也可以和小力推球的效果一样，但是进球就会变得更加稳定。牛逼！技巧3：杆法减力。当遇到角度稍大的球，撞击后白球会自然产生分离力量，即使目标球刚刚好够力进袋，白球也会跑得很远，导致黑球不好打。打我笨蛋！此时如果用一个低杆的杆法，白球就会带着刹车的效果，不会跑那么远，刚刚能走到黑球的位置。你别过来啊！干什么？技巧4：借球停球。有些角度球正常击打是无论如何都停不住球的，但是如果刚好有一颗球在篮球的90度分离线路附近，就可以找他借一下。那他不借咋办呢？球如果在分离线后面，就加一点点低杆；球如果在分离线前面，就加一点点高杆。当然，球如果刚好在分离线上，就直接击打白球中心点就可以了。技巧5：非正常人控球。这种球型正常人会怎么打？就这样帅吗？应该这样，高杆击打，瞄这里，注意看。我的！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靓仔，击球点位对母球运动的影响。中间靠上点位高，往前跑得快；靠上点位中高，往前跑得少。正中点直接定住，靠下点位中低，往后跑得少；靠下点位最低，往后跑得快。接下来是加赛情况，左上点位修正瞄准后，带左旋转笔直向前；没修正瞄准，带左旋转朝右前方跑，吃库后朝左弹回。右上点位修正瞄准后，带右旋转笔直向前；
没修正瞄准，带右旋转，朝左前方跑，吃库后朝右弹回，中间靠左，修正瞄准后定住，同时带有左旋转，中间靠右，修正瞄准后定住，同时带有右旋转，左下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左旋转，笔直向后，没修正瞄准，带左旋转，朝右后方跑，吃库后朝右弹起，右下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右旋转，笔直向后，没修正瞄准，带右旋转，朝左后方跑，吃库后朝左弹起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一定要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记住这5个低杆小技巧，打台球受用一生。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就叫做低杆，能让白球产生向后的旋转。技巧1：目标球距离较远，角度比较大，正常击打的话很难将白球停在这个区域，击打黑球难度大。此时可以用低杆减速的杆法，出杆时要做到短而干脆，白球就会产生减速刹车的效果。打进目标球后，就能顺利的交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2：遇到较远的直线球，打中杆的位置，想要停稳白球，需要用很大的力。对于新手来说，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。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，出杆尽量平顺，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，拿下这局。技巧3：遇到带口球，想要走位上方底库的黑球，打高杆是很难走位的，因为白球撞库后会产生吸库的效果，上不去。这种情况需要用低杆瞄准目标球一半的位置，就可以加快白球撞库后离开的速度，跑到上方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4：遇到目标球被障碍球挡住，但是2颗球相贴对向带口，正常击打是打不进黑球的，只要用低杆击打，由于齿轮效应，就会让黑球带上向前的旋转，顺利打进。技巧5：遇到这种球型，想要走位黑球，正常的走位线路会碰到障碍球，此时可以先稍稍抬高杆尾去打低杆，白球就会跳过障碍球，再产生低杆效果，走到黑球的位置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第一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学好数理化，翻带不用怕。技巧1：非带口勾球，从白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，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2：平行勾球，2颗球平行，就取1/2，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，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3：倾斜勾球，2颗球不平行，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，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，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4：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带口中心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了，用中杆中立把目标球打在瞄准点上就可以了。技巧5：贴库翻带，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库边垂直，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，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，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，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如果想系统学习，记得一定要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练武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其实说白了，没练过的你啊，一趴下去我就知道你这个技术到底行不行。为什么你打几颗球就经常会掉链子？是因为你真的不会瞄准吗？错，完全不是。瞄准啊，它其实很好学的。然而很多高手都清楚啊，基本功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天教大家一招，每天只要练10分钟，你的技术就蹭的往上涨，那就是空杆训练。空杆训练的好处是没有白球的干扰，能让你可以很专注的控制球杆方向，从而直接锻炼到后手发力的感知力。第一步，建立动作正确轨迹，先找到一条击打直线，趴下来，放慢球杆的整体速度，稳定而匀速，盯着球杆方向，不断感知后手对球杆方向的控制。每次趴下练1分钟，3分钟后你的后手就有一点微微的发热，产生了一些方向感。第二步，末端小加速，眼睛盯着目标点，余光感知球杆方向，球杆缓慢拉回来，再缓慢向前送。送到一半后，锁住大臂，小臂给一个小小的加速后停稳，去看看杆头有没有指着目标点，如果没有，就及时调整后手发力的方向，同样也是练习3分钟。第三步，整体加速，眼睛还盯着目标点，
在回杆的时候，心里要感觉有一股力量在积蓄，就像一张弓被拉开的样子，你后手就会非常有方向感，放松的朝目标点去加速，这股力量就像是瞬间穿透，打在了进球点上一样。练习4分钟，练完这10分钟啊，你再去打球，瞬间会感觉台球变得简单了，哐哐一顿进。空杆训练的总结我已经放在评论区了，记得上交作业哦。下课。